大家好，又一排冇見啦。大家見到富士山都知係日本啦。年頭我哋就飛咗轉東京，去咗富士山，仲揸埋車去群馬縣浸溫泉。東京市區嘅行程咧，大家都係咁上下，就唔多講啦。今次主要就想 share 下啲嘢食，同埋離開市區之後嘅行程嘅。先講兩間喺東京值得一試嘅嘢食先。我哋去淺草寺嗰日咧，就去咗一間百年老店，就係呢間啦，三定天婦羅。佢個環境確實係俾人感覺係一間老店嚟嘅。大家見到啦，寫住天保8年，即係1837年，仲早過鴉片戰爭啊！嚟得呢度梗係食天婦羅噶啦。佢啲植物刺身等等配菜就麻麻啦，但係佢嘅天婦羅確實係唔錯嘅。佢係用傳統江戶前嘅方式用麻油去炸，所以佢個口感咧就唔係我哋食開香脆嗰種天婦羅，食落係厚身少少、軟少少。咁大家去試之前咧要有心理準備啦。之後咧，我哋就食咗呢間 Sushi Tokyo 10，因為我哋懶啊，開頭冇訂齊晒啲嘢食，想訂用Omakase嘅時候，好多都已經滿咗。上網見呢間幾紅又有位，就提前好似1-2晚訂好去食啦。一坐低咧，已經有杯用清酒杯裝住嘅蜆湯，好清甜，好開胃嘅。而師傅發版嘅壽司咧，全部都係冇得彈嘅。幾樣嘢特別想講一講。第一咧就係呢款我唔肯定係咩鯛魚嘅刺身。加埋上面嘅柚子醬啦，酸得嚟又唔會蓋過魚嘅鮮味。然後咧就係呢個海膽飯啊，大家睇片就知道，唔使多講啦，份量十足。呢間嘢咧，你話一定要嚟咧，佢又未到嗰個級別，但係以唔使500蚊港紙一位嘅 CP 值同埋易訂程度嚟講咧，就冇得點彈噶啦。好啦，講下去富士山嘅行程先。揸車去河口湖咧，全程都係高速，又唔使好似坐巴士或者 JR 咁早出發。咁我哋梗係自己揸車去啦。準備行程嘅時候咧，我哋就已經睇咗富士山能見度預測，預測係滿分10分。前後幾日嘅天氣咧都非常之好，所以其實一路上隔遠路咧已經見到富士山嘅身影啦。我哋大約9點幾出發，個零鐘就到河口湖啦。能見度確實係非常之高。冬天嘅富士山咧，成幅畫㗎嘛。我哋喺大石公園沿住河口湖行咗陣，影下相就去咗食嘢啦。呢日中午咧，我哋食嘅係甲州博托。我哋去嘅呢間咧就叫做小作，可以話係山梨縣博托麵其中一間最出名嘅代表，好近河口湖嘅啫。入到去咧係令我出奇地多人啊，都排咗成10分鐘隊左右先至有位。嚟得呢度咧，梗係一人一個博托麵㗎啦。個麵咧係成鍋咁上嘅，份量都唔細，用南瓜蔬菜味噌煮出嚟嘅湯底咧，非常之香濃。主角博托麵彈牙得嚟咧，亦都非常好咬口，食落幾得意嘅。望落咧就覺得好似北方嘅拉麵啊、刀削麵咁樣。揾資料嘅時候咧就發現，原來博托麵有個講法咧係宋朝嘅時候傳過去日本嘅。咁聽落又真係幾似喎。好啦，食完嘢帶大家睇下我哋住邊啦。今次我哋住嘅係喺河口湖都算出名嘅湖南莊。對比起其他附近網紅啲嘅溫泉旅館，湖南莊可以話係老牌少少、穩陣少少嘅選擇。話得係老牌，服務梗係非常之好啦。講下間房先，我哋間房係非常之闊落啊，唔理行到間房邊度，望出窗外都見到個富士山。房嘅露台咧有個露天風呂，雖然佢唔係走網紅風格，但係佢嘅露天溫泉一啲都唔失色。我哋去嘅時候咧，天氣係有少少凍嘅，但係望住咁靚個景，浸住個溫泉，成件事係嘆到不得了。袁師傅咧仲發現呢度嘅洗手用品係日本皇室御用嘅 Pola， 仲要特供呢間旅館，都幾抌本。我哋 check in 咗之後啦，浸多咗陣溫泉，望下富士山，攤唞下，好快就到咗晚飯時間啦。晚飯咧係喺房度由溫泉女將過嚟準備嘅。雖然餐飲唔算係佢呢度嘅賣點，但可以話一啲都唔失禮。魚生方面就差緊啲啦。感覺係冇外邊食嘅咁新鮮，但係佢嘅壽喜燒同埋喺你面前煮嘅蟹湯咧，真係有驚喜。個蟹湯咧非常之鮮甜，即使係喺白味噌湯入邊煮咧，都唔會蓋過個蟹味。呢餐飯以一拍二食嘅晚餐嚟講啦，都可以話係非常精緻嘅，睇得出係有心思喺入邊，味道亦都相當唔錯。第二日咧一早起身，天氣依然係非常之好啊！趁住日出，梗係即刻去山中湖睇逆富士啦。晨早揸車過去山中湖好快嘅啫，20分鐘左右咩都到噶啦。但嗰日天氣太凍啦，我哋淨係影咗好多相，冇點拍到片。
如果天氣好嘅話咧，大家見到個逆富士咧就係咁嘅樣噶啦。影夠相之後咧，我哋就回程返去食早餐啦。佢個早餐咧就係自助餐形式喺樓下餐廳食嘅，味道係唔錯，但就冇乜驚喜。我自己咧就比較鍾意佢嘅咖啡機，咩嘢飲都有得撳，幾得意嘅。好啦，食埋個早餐，執好嘢之後咧，我哋就出發去群馬縣啦。去群馬縣當然唔少得嘅就係浸溫泉啦，但帶大家去浸溫泉之前，先帶大家嚟呢度。條路唔係長嘅，建議大家順路先至好去。而呢首歌大家應該一聽就知道係《千與千尋》嘅片尾曲《Always With Me》啦。條路咧就坐落喺群馬縣嘅四萬溫泉附近。如果大家想去咧，喺 Google Map 四萬溫泉附近揾 Musical World Always With Me 就可以揾到。鍾意《千與千尋》嘅朋友，又或者去開呢頭浸溫泉咧，就唔好錯過啦。雖然走到好近四萬溫泉啦，但其實我哋要去嘅地方咧就唔係呢度。我哋要去嘅係長期喺日本溫泉旅館雜誌排名都喺前列嘅法師溫泉長壽館。法師溫泉咧就係日本秘湯保護協會嘅旅館，仲要係日本嘅有形文化財產。明治時期1875年就開業㗎啦，到而家接近150年歷史。成間旅館基本上都係以木做嘅，一入到去咧已經感覺到佢嘅歷史氣息。難怪日本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川端康成、詩人宇謝野晶子等等嘅日本文人雅士都經常到訪呢個法師溫泉啦。我哋住嘅咧就係別館，亦都係比較有歷史嘅有形文化財產。間房唔大唔細，2個人住足夠有多噶啦。對比起本館咧，最緊要係別館係客房入邊咧有廁所嘅。本館最傳統嘅房咧入邊就冇廁所，而別館呢邊咧仲有個特色。就係佢窗台外面咧就對住法師村，浸夠溫泉啦，可以沖杯茶，坐喺度睇下風景，確實係非常寫意嘅。如果大家想新啲、闊落啲，就可以考慮下新少少嘅法隆殿或者係分山莊，都係爭一條走廊嘅啫。但我自己上網睇咧就麻麻地佢嘅設計。如果大家係接受到冇廁所嘅咧，咁就梗係 book 最古色古香嘅本館啦。旅館一共有3個溫泉，分別係最古老嘅法師奶湯、露天嘅玉成奶湯以及係比較細嘅長壽奶湯。由於溫泉咧就唔俾影相嘅，咁就唯有借下人哋 footage 啦。先講下最出名嘅法師奶湯先。作為日本其中一個評級最高嘅5星級秘湯，法師奶湯啦依然保留住明治時期嘅歐洲風建築風格。佢嘅溫泉咧係分開一格格嘅，每一格溫度咧亦都有些許嘅差異。而佢嘅泉眼咧就喺溫泉池下邊，呢種嘅溫泉咧係非常之難得嘅。溫泉底下嘅石春會源源不斷咁湧出新嘅泉水。相傳啦，呢個溫泉浸完對腸胃咧仲有一定嘅療效。法師奶湯咧就係混浴溫泉嚟嘅，夜晚咧就有女性專用時間。如果大家怕混浴而又未到女性專用時間咧，另外2個溫泉咧就係男女入替制嘅。先講講玉成奶湯，佢嘅設計其實亦都相當唔錯，感覺整體係新一啲。佢嘅落地大玻璃啦，令到浸溫泉嘅氣氛提升咗一個層次。而露天嘅部分咧，同風景一啲都唔比法師奶湯失色。最後長壽奶湯就唔多講啦，冇乜特別，自己睇圖啦。簡單講埋呢度餐飲，呢度一拍二食嘅晚餐咧係會席料理，別館嘅住客咧就要落樓食嘅。雖然呢度係深山，但係食嘅嘢都非常精緻。我就特別鍾意佢嘅薑燒鯰魚同埋上州豚肉壽喜燒，成餐飯係令人滿意嘅。至於早餐方面咧，我就麻麻地啦。以早餐嚟講咧，佢係幾豐富嘅，但係可能我唔習慣好似日本人咁早餐食一大碗飯啦。不過記得佢早餐燒條魚咧都幾好食嘅。
總體嚟講啦，雖然法師溫泉位於深山入邊，前不着村後不着店，但可以浸到咁古老嘅溫泉，住喺間文化財產旅館，成件事係個非常舒適嘅體驗。如果鍾意浸溫泉嘅話，法師溫泉係一定唔可以錯過嘅一個行程。我哋離開法師溫泉嗰個朝頭早，群馬縣仲要落雪，望住法師村同埋個雪景啦，完全係唔想走啊！其實我哋去群馬縣啦，仲有去到其他嘅景點同溫泉，不過就唔一一介紹啦，留翻啲篇幅俾最值得介紹嘅呢個法師溫泉。我哋呢轉旅程嘅最後一晚就去咗東京一間百年壽喜燒老店人形町金半。呢間名店咧係喺明治28年1895年開業嘅，有接近130年歷史，可以話係而家東京壽喜燒最出名嘅名店之一。雖然有唔少嘅分店，但訂位一啲都唔易，大家記得提前訂好位啦。我哋就訂到佢喺新宿嘅分店，呢度基本上啦都係用日本產嘅黑毛和牛，大家仲可以揀唔同嘅部位同煮法，除咗 Sukiyaki， 仲有 Shabu Shabu 同埋 Teppanyaki。不過嚟得呢度啦，咁梗係就食壽喜燒啦。佢壽喜燒套餐嘅前菜咧一啲都唔馬虎，刺身同冷盤咧都唔會令人失望，擺盤咧亦都睇得出非常之有心機啊！金半嘅壽喜燒咧係行關東風格嘅，即係會先煮醬油再落牛肉。呢個煮法咧食落牛肉嘅肉質咧會嫩滑一啲，仲會入口即溶。而關西風先煮牛肉嘅做法咧就會香口一啲。人形町金半嘅壽喜燒咧係全程由店員幫你去燒嘅，服務非常周到，煮得亦都恰到好處。講講題外話，其實喺東京或者日本咧都有幾間叫做金半嘅壽喜燒，最出名咧就係淺草金半同埋我哋去嘅呢間人形町金半。但其實唔理係邊間金半啦，佢哋都係師出同門嘅。淺草金半咧就係金半創辦人半太郎嘅大仔所開，而人形町金半咧就係細仔開嘅，走嘅咧係唔同風格啦。最直接嘅差別咧就係價錢，人形町金半對比之下咧價錢都貴唔少，自然喺服務、擺盤同埋嘢食質素上都可以體現到出嚟。雖然喺揾資料比較完之後啊，我哋就去咗人形町金半，但係下次有機會啦，我諗都會試埋其他嘅金半嘅。師傅煮嘅第一塊牛肉啦，通常都唔會加其他配料，淨係俾你食下塊牛肉有幾好食先嘅。佢煮好嘅時候咧，我哋已經係流晒口水啊！加埋個濃郁嘅蛋液咧，真係非常非常之好食。食落口嘅嗰下咧，就明晒點解佢咁難 book 啦。之前喺唔同地方食嘅壽喜燒咧，同佢完全冇得比啊！而喺大家一邊嘆緊牛肉嘅時候咧，師傅就會準備下一彎，開始加入蔥啊、豆腐等等。再之後咧就會有冬菇、蘿蔔同埋菜咁樣。明明你已經食過塊牛肉噶啦，但係每一彎再食咧，你依然係會覺得非常之驚豔嘅。煮完晒牛肉同埋配菜之後咧，店員會將剩翻嘅醬油做一個蛋蓋飯。個醬油吸收晒牛肉同埋咁多配菜嘅味道啦，食落個蓋飯咧，自然都係非常之好食。真係要彈嘅話咧，就係佢前後加埋咧，一個人係有2碗飯嘅。建議大家咧，如果唔係大食嘅話咧，可以叫佢裝少啲飯。講埋個嘢飲先，店員就介紹咗呢個長野縣臨琴蘋果 Sparkling Juice 俾我哋，好清新，幾好飲嘅。我之後咧一路都周圍揾邊度有得賣。而最後餐後嘅甜品咧，亦都非常之清新解膩。總結嚟講，人形町金半咧係大家一定要嚟試下嘅。我剪片嘅時候諗翻咧，都即刻想再訂位。好啦，我哋呢轉美食、溫泉、睇富士山嘅旅程啦，就到呢度啦。如果大家有咩問題，不妨留言話我哋知。鍾意呢條片嘅，請大家記得 like、share 同 subscribe。多謝大家收睇，拜拜。